是不是还是挺酷炫的？我把这个图放大开来，大家可以看到和瞥见里面一些大的人物关系，它就像人一样去检索并且收集这些命中页面的关键信息，然后帮我形成像这样的深度解析的文档。它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害者。我用劳保这2个字来定义它，还真的是蛮合适的。与其说爱波斯坦是一个坏人，不如说这些所有节点里面的很多的人，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么一个坏的系统，也是爱波斯坦这个网络它能够维持2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大家的这些推断真的对吗？当时我看到比尔盖茨的时候，我也很好奇，他作为首富，他是不缺钱的，他什么样的人找不到？为什么非要通过爱波斯坦？克林顿的发言人呢，他是承认这些飞行的，但是他说并不知晓爱波斯坦的犯罪行为。他说你就信吗？反正我不信。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爱波斯坦案。在1月30号的这天美国的司法部公布了第2批的爱波斯坦名单。这个时候呢，两边都上了热搜，微博上这个事情是热搜， X 平台上面也是热搜。这个事情其实我非常的好奇，也很感兴趣。爱波斯坦这个事情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真相，它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这些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些集中掌握了权力还有金钱的这些人，他们背后是这样玩的，也让我们看到了背后黑暗的关系网络。你现在去搜爱波斯坦案相关的这个热搜词，它还是很热的一个热搜词，挂在那个位置。我看到聊这个话题的基本上是一些震惊博主，或者说是一些社会新闻类的博主，基本上我是没有看到一个 AI 科技博主来聊这个事情的。但是呢，我本身对这个事情比较好奇，我做 AI 科技博主呢，我就想到，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好的应用 AI 科技的相关的工具，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并且这一次公布的这个文件是非常的繁杂的，它整个文字版的文件就有300万页。300万页是什么概念有人算了一下，相当于17部大不列颠的百科全书，又相当于好几部的永乐大典。你想想，你现在看这个永乐大典，你看个好几遍要花多少时间？而永乐大典这本书明朝编撰了多少年？现在仅是爱波斯坦文件的一部分就有300多页了，而且不止于此，公布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有2000段视频和18万张的图片。如果以前这些内容完全是人工去处理，它要花很多的时间。当然美国司法部在处理这些文件的时候它有一些涉及到隐私涉及到一些青少年的，它都会进行打码，以保护当事人、保护隐私等等处理。它整个的文件的整理、扫描、打码、处理、上传时间周期就非常长。那基于这些文件各种的自媒体也好，各种的公开渠道也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有人说像霍金也去参与了这个罗利岛的性丑闻的事件。其实当时我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很疑惑，那个霍金也就舌头那里能动一下吧，他还去搞这种性丑闻的事件，我觉得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吧。我觉得好像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吧。那么既然我们把这个 AI 工具平时用的这么多，那么面对这种复杂的社会事件，面对大家众说纷纭的这些具有一定逻辑的复杂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 AI 工具来解决？而这样的解决思路和方法其实上也是可以迁移到我们其他事情的应用的。本身 AI 就是在帮助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所以这期视频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用 AI 工具来一步步梳理和看待这个爱波斯坦文件，这里面它的人物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核心的风暴眼在哪里，那些大家传言中的上流社会，比如说比尔盖茨，比如说克林顿总统，比如说川普、马斯克等等，这样大家熟知的上流社会的人物，他们在爱波斯坦案里面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这个文件公布出来
大家惶惶不可终日。这个就是美国司法部关于爱泼斯坦文件专门公布它相关文档的网站。这里面它把所有的内容都扫描好了，比如说点击这里进入再点击这个文档链接，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文档集，它有分了好几个 set， 再点击到里面，每一个 set 里面有非常多的文档，你看很多页数，而且每一个点进去它有非常多的细节，你看有的就是这样的图片，你看这里是 set 1， 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照片，一些实景的拍摄，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照片看到里面的一个装设的陈设的内容，会让你有一点沉浸感但是这里面的照片，它对我们判断这个问题的实质没有直接帮助。Set 2呢，也是一些照片，点看一下你看这里的人物就打码了吗？其实它也没有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性行为的照片，但是呢，会有一些他们在这里面奢华享受的一些人物关系的照片。我只是举个例子你看这么多 set 这里面，如果我每一个 set 都点开，每一个文件都下载下来，我在上面是要花巨大的时间去看的。现在呢，有了 AI 的助手呢，我对整个的人物关系和事件的还原会更加轻松一点。我是没有选择直接用这里的图片的，但是呢，我会发现在这里面司法部也挺贴心的，在这里面你可以直接去搜索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你直接搜川普，它就会把川普相关的所有文件在这里转示出来。你看这里有729个结果，整体有37页之多。如果说我想做一些重点人物的分析，我就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然后找到对应的文件，然后来阅读对应的文件进行分析。这样的路径我可以不用人来操作，我可以找一个 agent， 找一个机器人来帮我干这个活，让他在虚拟机上面操作嘛，或者把这个事儿完全外包给我的 AI 助理去做嘛。这个是我精确的梳理一些人物关系的一种路径之一。那在面临像爱泼斯坦这样如此之复杂、如此多资料的这么案件我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样子呢？首先这个案件呢有专门的这种新闻记者，这一块他们肯定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把这些资料套印下来，把它转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文档。在这个司法部里面的这个扫描的文档基本上是原件，里面包括一些通讯录邮件还有一些这个往来的记录包括一些飞行记录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原件。那么如果说这些记者或者这些律师、法律工作者，他们要做分析他们就需要把这些文本的内容把它转成一个相对标准化的 PDF 文档，那么我就可以通过和 AI 的沟通和搜索找到这样的完整版的 PDF， 这样就省去了我一个个去下载这样的文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其中找到的一个整合版的文件。在整合版的文件里面它就把原来的扫描的文件图片转化成了这种标准的文字版。这样的标准的文字版对于 AI 和机器来阅读和理解其中的人物关系，获取信息就会更加容易，这个文件是更好处理的。我把它形成了这样的文档，那么之后我在分析的时候就可以以这个文档为基础来保证我的分析的这个依据性。接着我还需要把这个 PDF 里面的文字把它提取出来，给我去做这个图谱型的人物关系，这些向量间的关系，我就需要把这个 PDF 通过类似像 PDF24 这样的工具把它转为一个 text。 再接着我又用了一个 AI 工具叫做知识图谱，这是 GitHub 上面的一个项目。当然我在这个项目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 branch， 我把它重新改造了一下。这里我是用 train 这个工具把这个 GitHub 的项目进行了改造。这个背后呢，我是连接了大模型的 API 接口的，用大模型的能力给我处理刚刚我把它转成 TXT 的这个文档。当然因为为了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都是中文的观众比较多，所以我就把这个 TXT 的文档全部汉化了，全部把它翻译出来了，把这个翻译好的汉化后的这个文档上传到这里，再点击这里的生成知识图谱，在这里就用到了一些大模型的能力。大家现在看到这里就是我用知识图谱生成的基于这个爱斯波坦文件的一个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图。你的密集恐惧症有没有犯了？点击这里 Disable Physics， 它可以不用闪动，可以看到非常的密集。可能用这个密集的文档解读起来大家还是会云里雾里，所以呢我又把它降低了难度。这个是简单版本的知识图谱，在这个图谱里面呢，我的人物和事件的切分就会没有切分的那么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的密度啊，它没有那么强，是不是还是挺酷炫的？这个知识图谱的项目啊，你可以直接在 GitHub 上面找原文档。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有用，我后面呢也可以把它做一个 branch 发布到我的 GitHub 的项目里面，大家可以去关注我的 X 平台，上面也叫林姐说 AI 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很感兴趣，我就把它做成一个项目，发布在我的 GitHub 上面。那么之后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也可以把相关的链接同步在我的 YouTube 平台，同步在我的 X 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和使用。大家看到这里面啊，这个闪烁的比较厉害的，其实就是关键的人物、关键的风暴眼。我把它 disable 一下，我把这个图放大开来，大家可以看到和瞥见里面一些大的人物关系。比如说啊，这里你看指向了安德鲁王子，有这么多实体跟他发生了关系，所以可以见到，从这张图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安德鲁王子在这个事件中啊，他的涉入程度是比较深的。可以看到性侵犯、性剥削、18岁的女孩等等，关于罗利岛的一些关键词啊，就跃然纸上。还有你看这里有个地点叫做小圣詹姆斯岛，这个岛呢应该就是他们经常聚集和聚会的一个地方。再看这里比尔克林顿这个实体，你看跟它的关联点和关节点是非常多的，可见比尔克林顿前美国总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可见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涉入度是比较深的。至少从这些公开的指控以及公开的资料来看，他的整个的卷入度是非常深的。再看到这里的人物让吕克布鲁内尔，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经纪人，他负责去诱骗拐卖去忽悠这些未成年的少女，他相当于是这些女孩的经纪人，如何去获取这些年轻的女孩，去提供这样子的性资源。他有点像星探的角色，但是他现在探的是罗利岛里面提供性资源的这个未成年少女。这里啊，这个杰弗里帕格刘卡，你看他的这个辐射的点关联的点也很多啊，他并不是说是爱泼斯坦这个网络里面很关键的，而是说他是这个律师，他会提出很多指控，很多这个证人的陈述，他并不是参与这个事件里面上流社会的这个人物啊。如果说是普通的这个人物关系分析啊，之前我也用过这个知识图谱，做过那时候阿里一个离职员工万智长温的分析，那个时候展示的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啊，我自己在生成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这个爱泼斯坦的文件实在是太复杂太多了，而且它消耗我的这个 token 资源还是挺多的。像我生成这么一张图啊，因为我做的比较复杂，大概要10元左右，费这么 token，因为它的这个量很大。如果说我用更高级的这个模型啊，它所费的这个 token 的费用就会更高了。如果说是正常的比较简单的，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图，它谁是关键点，谁是风暴眼就会很清晰。但是这个爱泼斯坦这个事件呢太复杂了，所以我打算继续升级。我把这个生成的这个文档，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网页，然后呢，我把这个网页发给大模型，让它来基于我给出的人物关系，再结合我之前给的这个文档以及网上比较认可度高的这种官方类的资料，再综合进行分析。我这里用的是 Gemini， 我把刚刚的那个人物关系的图谱、关键节点的图谱发给他，也对一些关键的节点做了一些截图，因为我觉得 Gemini 处理这个多模态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我发给他这个呢，前面呢我也是进行了好几轮对话，最后呢让他基于这个上下文给我总结全面的一个图谱背后的故事和关键节点。他这一句总结的很好啊，就是这个图谱它不只是人物关系图谱，它更是权力、金钱和性剥削的生态解剖图。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解读这些关键的节点和背后的人物关系的。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关系图谱里面它的核心中枢，也就是这个爱泼斯坦它的项目的构建者和核心的操盘者。在这里面，他指出了是2个人，一个是爱泼斯坦，他是绝对的中心节点。在这里面啊，它相当于一个掮客，也是一个资源的置换者，它连接着所有的集群，包括了政界、商界，甚至是学界和时尚界。它给这些人啊提供了一个远离公众视线的小岛，在这个岛上，
可以满足他们任何非法的欲望，这里面就包括了和未成年的性交易。其实性交易这个事情啊，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状况吧。但是如果是针对未成年的这种性剥削和性交易，我觉得就非常的不能够接受了。在这个事件背后啊，性交易只是最初始的东西啊，它更重要的是这背后的权利利益的交换。这个性交易啊，相当于这种非法的事情，那么我互相抓住你的小尾巴了，抓住你的把柄了，那么大家互相一起干了些坏事儿，那么我们去交换更多的利益，就变得顺其自然，顺水推舟了。而且他们还挺会运营的，他们除了这些权利的交换之外，他还会赞助哈佛 MIT 去建立一些科学圈子，让他们的这个圈子啊看起来高智商且精英化。有段时间马斯克还想方设法的希望挤进这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可以完成非常多的特殊性的连接。除了爱泼斯坦本人之外啊，这个核心的构建者他的合伙人有个很重要的叫做 Maxwell。 这个 Maxwell 呢，他本身啊很重要的一个身份，他是出身名门的，他是一个报业大亨的女儿，而正是这重尊贵的身份让他有这么一个敲门砖，可以和这些上流社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连接。因为他的初始身份说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我们去谈谈一些更深入的事情也非常的自然，并且啊他还负责去狩猎，有点像一个高级的明星经纪人，他要物色诱骗这些女孩，并且对他们进行洗脑。除了爱泼斯坦和 Maxwell 这两个核心圈层之外啊，在这个图谱里面还有几个非常高频的连接的女性名称，它实际上是这个系统的操作员、系统管理员。这里提到这两个名字，一个是塞拉·凯伦，一个是让·鲁克·布鲁内尔。这个塞拉·凯伦啊，他定义的角色挺有意思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排期经理，我觉得有一点像大家理解的这个劳保的这个角色，他要负责协调这个按摩的日程，其实也就是性交易的时间点，并且要协调这个受害者还有施害者的这个飞行还有住宿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内容。更加讽刺的是，本身这个塞拉·凯伦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啊，随着这个事情的演进推演，他自己也被洗脑了，他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害者。我用劳保这两个字来定义它，还真的是蛮合适的。另外呢，刚刚我在那个图谱展示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名字，叫做让·鲁克·布鲁内尔。他本身啊是一个经纪公司的，他有一点像这个星探的角色。这里啊，这个 AI 就把这个角色定义为叫做供应链主管，他是一个 MC2 的模特公司的老板。这个角色就非常方便他去东欧、南美去挖掘这些渴望成名、有欲望的年轻女孩，然后就以各种的工作机会、办理签证也好、模特的机会也好，把他们输送到美国。爱泼斯坦的这个项目啊，还有萝莉岛的这个网络，它运行了这么多年，看看各方面的成本和开支应该是比较高的。那么一开始他构建这个网络的时候，他的钱从哪里来呢？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络关系里面，它有一个核心的金主，还有宿主。金主呢，就是谁给他提供初始的财富来源，就是这个人叫做莱斯维尔斯纳，这个是爱泼斯坦最大的关键的资金节点。这个人啊，是维多利亚秘密幕后的老板。看懂这层人物关系，是不是很多问题就又能够解释了？爱泼斯坦案里面的豪宅、私人飞机这些第一桶金啊，基本都是来自于维尔斯纳。在这个图谱里面显示，维尔斯纳和爱泼斯坦这两个人的关系啊，基本上是接近于共生的关系。你要想，如果说没有维尔斯纳的资金的全力支持，萝莉岛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形态、这样招募人的方式，它是根本建不起来的。而建起了萝莉岛，又反向的会给维尔斯纳去提供更多的利益和政治资源。这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杰斯·斯坦利，在这里面啊，他是连接爱泼斯坦和全球金融系统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个人他是银行的高管，
他帮助爱泼斯坦在金融系统里面去保留账户，并且维持资金的流转，把这些资金洗白。即使是在2008年爱泼斯坦第一次定性为这个性犯罪者之后，他的账户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保持资金来往的，他仍然是保留了他的账户。而且那个时候他还与他去维持着这种频繁的邮件关系，这个邮件中出现什么白雪公主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性暗示的这个词汇啊，也可以见这个人他也是参与其中的。有了这些组织者，那些参与者就来了，会涉及到很多上流社会的角色。在这些上流社会的角色里面又分为几类。第一类啊，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名声在外吧，或者叫做臭名远扬的，就是这个安德鲁王子，是有明确的证据，他是绝对参与了这个性交易了，是绝对在罗利岛这个事情上面参与是比较深的啊，是有图为证的。可以看到官方公布的这些文件里面就有他当时趴在这个未成年少女上面的一些图片。当然这些少女啊，她的脸部都是打码的，并且呢也不是那种很裸露的照片，都是穿着衣服的，并且啊从他们的往来邮件里面，甚至是爱泼斯坦入狱之后，他们的邮件仍然是非常紧密的。还有爱泼斯坦第一次刚刚出狱的时候，安德鲁王子就邀请他过来吃饭，可见两人的亲密度啊非常高，而且他的活跃度也很高。并且啊，这个爱泼斯坦他是有一个这个小黑本，叫做通讯录。他这个通讯录里面记载的这个各种上流人士的联系方式啊，他都有，包括这个上流人士他们家的具体的地址、司机、保姆，各种人的联系方式啊，清清楚楚，一应俱全。再加上邮件的频繁的往来，这个就足以见得爱泼斯坦和安德鲁王子他们的关系的亲密程度非常高。而且在多份证词里面也直接指控了安德鲁的这个性剥削行为，所以安德鲁王子的这个对于未成年少女的这个性剥削的这个行为，基本上是板上钉钉，没有疑义的。但是其他的一些人啊，包括比尔盖茨，包括这个川普，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就是他们直接参与了这个罗利岛的整个完整的一个行为。像安德鲁王子这样的角色，实际上他是皇室豁免权的象征，他也是在用安德鲁的这个友谊啊，向全世界证明，包括当时向这些权贵去证明。你看，连英国皇室都是我的座上宾，我能有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我这个圈子非常高级啊。这也是为什么初期这些执法部门在调查的时候畏手畏脚，要通过一种法案的方式，让这些文件逐步的公之于众。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参与者就是比尔·克林顿，在这个邮件啊，包括这些图谱里面可以显示他们的连接点也是非常强的，频度很高，活跃度很高。一个无法辩驳的一个点就是它频繁的出现在这个私人飞机的飞行记录上面。实际上我们去判断这个人究竟和这个爱泼斯坦案有多大的关联点，从两个地方可以判断，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小黑本的联系册，这个小黑本里面记录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越私密，代表他和你的关系的这个亲密度就越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飞行记录，这个飞行记录总是做不了假的吧？你多次的乘坐这个洛丽塔快线，多次的往返于这两个点之间，那我觉得你在整个的事件的参与度和活跃度肯定是更高的。并且啊，如果说经常在他的这个邮箱里面啊，你们俩经常这个互动啊，回复的频率很高，说明什么？说明你本身对这个事情的参与度很高。而比尔·克林顿这几个维度都是比较高的，虽然说没有披露直接的照片啊，他去性侵这些幼女，但是通过这些证据来看，比尔·克林顿在这个上面他是绝对非常高的嫌疑度。而且比尔·克林顿他是典型的这个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相当于给了他政治合法性上面的背书。克林顿曾经还说啊，这个爱泼斯坦是杰出的慈善家，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上的掩护。还有一个名人涉及到的就是当今的美国总统川普。根据这些文件啊，包括这个图谱，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首先它是有特朗普的这个私人的比较私密的联系方式的。另外呢，他有多次的乘坐这个共同飞行的记录。当然他们飞行的地点主要是这个到棕榈滩这块，
他的整个的飞行记录呢，也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而且根据飞行记录啊，当时和特朗普一起飞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女儿，并且一开始特朗普在他的这个2次竞选的时候，他还利用这个萝莉塔的事件啊，把它作为一个攻击对方政党的一个手段。并且我还查了一下资料，他说啊，这个特朗普曾经说啊，这个爱泼斯坦他是喜欢女人的，特别是这种偏爱这些年轻的，也就证明了说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而且一开始他是不同意这个签署这个法案的，他多多少少跟这个爱泼斯坦啊是沾一些关系的，并且呢，他应该是知道这个爱泼斯坦和一些圈内人士啊喜欢这个年轻女孩这种癖好的。但是我自己判断啊，包括和他的邮件的这个频率、联系度等等，从人的行为来看，川普呢，我觉得啊，就是他应该没有说直接参与这个直接的这种性侵少女的这个事情，就不一定他参与这个事情，他只是希望去利用里面的一些关系去获取相关的资源。那个时候呢，他和这个爱泼斯坦的关系可能相对也比较好，而且那个时候啊。特朗普他更多的是富豪圈的这么一个代表，他早期实际上也是帮助了爱泼斯坦融入了这个顶级富豪圈层的这么一个对他来说比较关键的人物，相当于在参与者这个层面啊，他是打通了政界、商界、学界、时尚圈，然后连接了这种顶级的皇室、政府的，还有这种富豪圈的圈层。所以实际上呢，他是分几个圈层的。分为核心圈、外围圈和智囊圈。我觉得像安德鲁王子还有比尔克林顿基本上就属于核心圈的，他应该就是直接的性侵和虐待的参与者，而且这些人往往是有把柄落在爱泼斯坦手里面的。当然我觉得有这些把柄落在他手里面的人不止这些，还有很多人，即使他没有流出照片。这也是为什么爱泼斯坦在2008年第一次入狱之后依然不敢贸然切断联系，而且继续输送利益，并且最后他还放出来不痛不痒的。然后呢，在第2次入狱的时候又不明不白的就在里面没命了。这个背后其实我认为都是这些核心圈层的手笔。第2层呢是外围圈，是默许者，他们知道爱泼斯坦喜欢年轻女孩，并且知道了像萝莉岛这么肮脏的存在，但是这些权贵他们选择视而不见，仍然搭乘他的私人飞机，通过这个网络去结识更多的人，获得投资，获得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好处。而这些上流社会他们的这种故意的无视，也是爱泼斯坦这个网络它能够维持2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而特朗普我觉得他就倾向于认为他就是这个外围圈的。第3类是智囊圈的，叫做洗白者，相当于别人是不仅是洗钱，而且还洗名声。在这个图谱里面，一些知名的科学家，比如说这里的马文明斯基还有霍金，他都参与过这个会议。所以有的博主说霍金也去搞了一些性侵虐待，其实我不太相信，我更加倾向于他是一个洗白者，他想从这里面获得一些关系网络，或者对科学的赞助，对自己的支持。这样子这个爱泼斯坦就摇身一变，从一个皮条客变成了一个这种科学家思想者的赞助者和支持者，成为一种超人类主义的这种支持者。与其说爱泼斯坦是一个坏人，不如说这些所有节点里面的很多的人，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么一个坏的系统。当时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些好奇的，这些商界政界的顶流，他们拥有了这个顶端的权利，怎么要享受像这样虽然说非法，而且我觉得也是反人性，在我看来也很肮脏的这么一些性交易，还需要通过爱泼斯坦？大家的这些推断真的对吗？有没有可能是大家想多了？或者是说，当你去描述比如说像世界首富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他去参与萝莉岛，把它描绘成这样一个完整故事，这样的故事对大家更有吸引力，所以被包装成了这样。当时我看到比尔盖茨的时候，我也很好奇，他作为首富，他是不缺钱的，他什么样的人找不到，为什么非要通过爱泼斯坦？并且我还看了一下他的访谈，他访谈里面说啊，哎呀，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我没有去参与过里面的这个性虐待和性剥削这样的事情。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啊，针对这些顶流人物，比如说川普、克林顿、比尔盖茨这样的顶流人物，那我能不能够回溯到这一次公布的官方文档里面去找到事实和依据，来判断他们在萝莉岛的这个事情上究竟参与度有多深呢？这里啊，我就用到了一个工具，我去调用了 AnyDream 里面的虚拟机这么一个逻辑。在这里面啊，我就把这个链接给到他，这个链接呢就是美国司法部的链接，刚刚在开头给大家看过的。在这个链接里面啊，我跟他说，你去根据这个链接里面去搜索下面重点的人物在这个链接里面的记录，你去找到对应的文件，查到他们的活动记录、关联关系等等，去重点分析这些人物所涉及这个爱泼斯坦网络里面的深度和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相当于就是模拟人的这个查找信息的方式嘛。而且这个文档这个链接它是官方文档，不存在说因为二次加工或者因为这个后来者他的主观意图添油加醋加一些东西，它是完全原汁原味的去搜索和分析的。那么我就用了这么一个功能，那么我把这个提示词和要求发给他之后呢，他就会引导我去下载一个浏览器的插件。大家看到它就像人一样去检索并且收集这些命中页面的关键信息，然后帮我形成像这样的深度解析的文档。它整个的操作还是比较费 token 的，相当于每一条记录啊，它都依据和模拟人的操作帮你去做。这个呢，我是用的这个 agent， 实际上呢，你也可以像用这个 OpenCloud 类似这样的机器人，帮你去模拟的操作搜索，并且利用大模型帮你形成最后的总结报告。这里呢，我就以比尔·克林顿、川普还有比尔·盖茨来看一下最后他的整个的文档解析啊。你看，他基于他的搜索，他把这个证据呢就分为了几类，一类呢是社交通讯录类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小黑书，或者是晚宴和派对的合影，或者是礼节性的见面。那这一类证据直接就只能证明说我们俩认识，不能说证明我同谋。这里的第二层证据呢，就是互相的背书，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克林顿声称爱泼斯坦是慈善家，相当于他就到了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呢，就是金钱和商业往来，比如说实质性的这个资金流转，那么获得了这个慈善的捐赠、投资咨询，还有基金的设立等等，这种利益绑定的指标就是非常直接的项目了，你从中得到了好处。第四层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性相关的指控，涉及了一些未成年的接触、剥削、性侵相关的行为。这次虽然说公布了这么多文档，但是呢，仍然有外界去指责这次的公布啊，因为他公布的很多内容呢，大家觉得都是不痛不痒的，很多关键性的内容啊，还是没有公布。当然呢，第二次这一次的这个信息公开已经比第一次好很多了，已经有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出来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指责说这些内容啊，可能就是搅浑水，而且这么多内容，普通的用户啊是看不完的，并且啊，在这些证据里面，真正到达第三层和第四层的证据是相对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比尔·盖茨他也可以去发一个声明接受采访，去表达说自己是被泼了脏水。那么我们一个个来看，我们看到证据层面啊，根据这些官方的证据啊，可以看到这个克林顿呢和这个爱泼斯坦是有很强的社交关系，比如说会出席相关的这个婚礼，或者是一些公开的社交的一些场景。但是呢，他的整个的记录主要集中在多次搭乘了飞机，还有一些具体的行程的记录，这个次数比较多，但是呢，却没有直接的证据去证明他多次登岛了。这中间有一个 gap，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搅浑水，因为根据我目前的关系判断和这个强度判断，我觉得不仅是我，很多人都会推断这个比尔·克林顿他是直接参与的，但是呢，现在却没有直接指向他的证据。克林顿的发言人呢，他是承认这些飞行的，但是他说并不知晓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他说你就信吗？反正我不信。刚刚我们讲了4类证据不同的深度，你看在这个记录里面只能看到第二层，就是到这个社交政治这一层，连这个金钱这一层啊，它都是包装过的，不会让你看出来的。那么性指控就是更加存疑了，部分的受害者只是在他的这个非正式的回忆录草稿里面
去讲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正式的起诉书，也没有飞行日志中直接的记录。我们再看看川普，你看这里的证据是很直接的，在小黑皮书里面，它叫做 Blackboard， 这里面明确记录了川普是他核心联系人网络的一部分，并且他不仅是记录了川普的这个关系，他的联系人，他家族也是关联的，他的前妻、他的女儿，这些家庭成员也记录在册，而且种种证据证明了他们都是活跃在这个中旅滩社交圈的密友。所以根据我的判断，川普就是选择视而不见的那个人，他纵容的那副人，并且你看他进一步分析这个邮件叙事里面都表达川普是知情的，他知道这些年轻女孩的这件事情，但是他选择了视而不见。而且根据这个航班的这个信息里面没有记录任何显示川普飞往这个小岛的任何记录。所以根据这些事实，现在能得出的比较有可靠性的结论就是川普和爱泼斯坦是一个密友，但是他并不一定参与了性剥削。我们再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也是深陷这个漩涡。我们看一下他们基于这个官方文件整理的一些内容。在2011年的1月份，比尔盖茨首先在纽约和爱泼斯坦会面，随后他发邮件说爱泼斯坦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他，这代表两人已经发展了社交关系，而且他很可能知道这所谓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在2011年和2013年的时候，他们的邮件多次讨论由摩根大通支持一个全球健康的慈善基金会，相当于他们就有了共同的利益，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慈善上的。爱泼斯坦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他也试图通过这样的连接方式去获得一定的佣金，或者是给他做背书，给他一些声誉。2013年的时候，爱泼斯坦协助 Gates 的科学顾问协商离职补偿金的事，就相当于我会参与一些日常事务，你能帮我做一些咨询或者服务。2014年的时候，慈善基金的项目流产了，两个人断联。我看到有一些自媒体博主分析这个爱泼斯坦曾经给比尔盖茨去介绍了一个俄罗斯的美女，但是呢，她也不是很地道。这个俄罗斯美女的身体呢不太健康，她有一些传播性的疾病。因为这个传播性的性病呢，他们这个发生关系比尔盖茨也患上了这个性病，然后呢又把这个性病呢传染给了他的妻子，然后呢比尔盖茨呢要求这个爱泼斯坦去给他一些相关治疗这个性病的药品，那么偷偷的自己吃一点，给自己的妻子再吃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扯，然后呢我这里让他分析了一下，我觉得确实也证实了我自己初始的一些想法。在这个文件里面这里这个邮件说的这个俄罗斯美女的这个事情呢，讲的是爱泼斯坦他是写给自己的邮件的草稿中去声称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13年，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到说盖茨要求他去提供这个药物，然后呢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俄罗斯女子的不正当优惠，并且要求他提供抗生素以隐瞒性传播疾病这件事情。为什么比尔盖茨他还能发一些视频接受访谈来反驳这个事情？一方面确实没有实锤，这个邮件呢他也是编在草稿里面，是没有发出去的。比尔盖茨反驳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爱泼斯坦完全是胡说八道，就像很多媒体说的，就是他在关系破裂的时候，试图施压的时候，希望留下一些勒索的这个筹码，这个缺乏第三方的佐证。但是呢，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的这个态度又非常的微妙。他说他因为比尔盖茨和爱泼斯坦的这个交往产生了痛苦，并导致离婚，但是他又强调这是关于交往本身的判断，而非证实了具体的性犯罪。如果说没有比尔盖茨前妻梅琳达这个采访，我觉得可能真的在泼脏水。但是他前妻的这个态度，并且他的表达反而是反向的佐证了这一点，他们绝对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呢，不一定就是性方面的指控，我更加倾向于是钱权方面的。确实他抓住了他一些小把柄，不一定是这个俄罗斯美女可能是别的方面，就是他一定是掌握了他一些黑料，让他觉得很痛苦，让梅琳达也觉得很痛苦。我的判断里面，他应该没有直接的性剥削和性侵犯这件事情。你看这里他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他把各个人物以及所有的官方文档里面的证据强度做了分类和标注。你看，基本所有的人物他在性指控这一块基本都是低可信度、弱或者存疑的，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指控这些权贵，就是哪怕公布了300万页的证据，仍然很多东西都是处于无法指控、无法上诉的一个状态。这些证据啊，我觉得它是帮我们更进一步了，让我们更加能够接近看到事件的原貌，但是真实的原貌可能距离我们所看到的还远得多。我今天讲的，我用 AI 工具来分析这个事件的方法，其实是一个借鉴，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和思路去分析、调研、探讨和探索任何你感兴趣的领域。今天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关于爱波斯坦案件，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